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可以很天真的许个愿，就是世界和平。因为美国降息的好消息是，钱呢就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做生意和投资了，就会找到很多捡钱的机会。但坏消息是，降息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战争的。为什么？这呢就很恶心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当美国给到全世界的利息越来越低，那么全世界投资人呢就会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的把钱放在美国投资。因为很简单嘛，我放你这里，我能拿到3%到5%的利息回报，但是现在你这个回报越来越低了。而如果说我把钱可能转移到越南、印度，我做投资的话，可能就能拿到5%以上的回报，那么资金是不是就会从美国转移到越南、印度呢？所以资本家是不是就会卖美元，然后去买这个越南和印度的货币呢？这样美元就会贬值，而美元越贬值呢，就会有越多的人把钱从美国转移走。因为今天如果我还不卖美国资产套现，然后不把套现的美元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话，我手上的美元和美国的资产就会贬值，我的钱呢就会越来越不值钱。所以按照全世界都知道的道理来说呢，美国降息，资金就会流出美国，然后美元就会开始贬值。所以上一集的影片就已经说了，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抢钱大战的阶段。很多国家都希望把美国漏出来的美元抢到自己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吸引外国的资本砸钱到自己的国家。这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看这段时间抢钱抢得最厉害的大陆和香港了，股市就直接暴涨了40%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股市暴涨了40%之后呢，就出现10%左右的回调，而且美元最近呢甚至是出现了反弹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流出去中港的钱哦，最近又重新的被抽回美国了。为什么呢？回光返照吗？我告诉你，当你知道，我知道，连那个独眼龙也知道，就是降息的时候资金会流走，美元会贬值。那么，难道美国的资本家会不知道吗？他们会允许这一件事情发生吗？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说法是这样的说这个美国降息就等同于美国在金融战里面宣布投降了，因为他们这一轮升息剪羊毛是真的抽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国库里面的钱，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一些大国拉爆，只是说引爆了一些小国，让他们顶不住破产而已。所以呢，当这个美国降息之前，本来呢是可以拿着升值的天量美元去抄底那些被拉爆的国家的贱卖资产，但是现在只有这些小国被拉爆，那些大国是很惨，但是还没有被拉爆，资产呢还不需要被贱卖，所以美国这一次剪羊毛呢，只能收割到骨头，没有吃到肉。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升息的时候呢没有拉爆，那么就等到降息的时候再拉爆吧。什么意思呢？很少人呢注意到的，其实历史上美国每一轮的降息周期呢，一般都是会伴随着战争的。比如说89年美国升息升到顶点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幅度的降息，结果第2年呢就有了这个海湾战争了。然后96年也一样的，美国大幅度的升息，然后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始降息，结果就有了这个科索沃战争。然后这01年互联网泡沫结束，美联储呢又开始降息了，结果就有了这个阿富汗的战争。而最近呢，俄乌战争，然后以巴冲突，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少人会意识到降息会伴随着战争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地方打架，那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是住在那边。所以呢，大部分的人该上班的就去上班，该睡觉就去睡觉，对吧？直到这段时间呢，日本好像对这个俄罗斯有点想法了，然后这个北韩、南韩又有点想法了。还有这个台海、中国和菲律宾之类的，尤其是中国，最近又是发洲际导弹，又是什么军演的，大家才关注起来。这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呢？美国的资本家到底是要怎么阻止这个美国的资金漏走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布局去守住自己辛苦赚来的财富呢？这一集呢，可能牵扯到一些军事、政治之类的，我自己呢是喜欢研究的，但我不喜欢讲。只不过今天我还是要逼着去讲，为什么呢？因为当全世界都在买入 Microsoft、Facebook 的股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这些公司的老板，什么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之类的富豪，都在卖掉自己家公司的股票，然后大量的砸钱去买土地，还有布局这个粮食。而这一次呢，是有史以来我最希望自己是错的影片，只是说这里面的利润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错。
很多人说年头的时候错过了我们美股、黄金、比特币暴涨的趋势，前段时间呢又错过了港股、日元、美债暴涨趋势，然后现在一买呢就追高了，那怎么办？我呢不是打广告，真的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因为我一周呢就一部影片，你没有看到，你后面再看到的话就太晚了。甚至说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了，因为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全世界的钱呢本来是要撤离美国的，然后你现在是美国的这个统治者，你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钱留下来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把美元和美国的资产呢变成一个没有选择里面的最好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小时候呢每一次剪完头发，我都是觉得剪得不太满意的，但是我每一次都还是会去那一家店去剪头发。为什么？因为我那些同学他们在我家附近剪完头发之后，剪出来呢都很丑的，而我小时候家里面又没有什么钱，不会去什么高级的 salon， 也不会说去很远的地方去剪个头发嘛，所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就算我知道那一家店剪出来的发型呢是不好看的，但我还是会去的，因为其他的店更不好嘛，这家店最起码呢是安全的，能听懂吗？大家都知道商人呢是逐利的，我们呢都是只有国籍但是没有国界的，只要哪里看到有钱赚我们就去哪里，对吧？但是有一个前提比如说今天你看到这个巴勒斯坦有很多的赚钱机会，只要呢你投100万进去，你就可以赚1000万，那你会不会去呢？你也会犹豫，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那边每天都被轰炸，你过去呢随时连这个命都没有了，甚至说你想要去也去不了，因为没有航班可以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资本家呢是追逐利益的没错，但是在利益之前呢，我们更追求的是安全所以一切呢就很简单了。首先，战争呢是可以让一个地方变得不安全、不稳定的，这样美元就会变成全世界的避险资产。就是你外面都很乱嘛，如果现在只有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只有我呢是不会打架的，而且也没有人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我美国军事的实力呢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的，而且我还会卖这些武器给那些打仗的地方，他们呢打得越厉害，我赚钱呢就越多，经济呢就越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身价几个亿美金，你要不要把这些财富转移到我们美国的资产上面呢？你是不是要来我美国避险呢？这样你就要买我的美元、美债、美股之类的。就是说听到这里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在黑这美国，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很正常嘛，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玩的吗？不战而屈人之兵，不需要跟你打，让其他的跟你打，然后你不行的时候呢，我来帮你，只是说我来帮你不是无条件的，我给你的武器呢，你是要付钱的，你没钱呢，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要用你国家的核心资产来抵押。现在的乌克兰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后面还不上钱给我了，你国家这个铁路、电网、矿产、水利之类的就要直接给我的，能听懂吗？就是说假设你家这个铁路呢可能值个1000亿美元，但是你现在抵押给我了，我只能借给你300亿美元。如果说这300亿你后面还不上了，你这1000亿的铁路呢就是我的了。 OK， 那么当你借到我300亿之后呢，你就要用这300亿来换我手上的军火武器然后明明呢这些只是价值100亿的过期武器，我呢却可以卖给你300亿。再简单来说呢，是不是就等同于我拿着价值100亿的过期武器来换走了你价值1000亿的铁路呢？这个呢是赚的第一笔钱。第二笔钱呢，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冻结你这个俄罗斯的资产呢？第三笔钱，你欧洲是不是不能再跟这俄罗斯去买石油还有这个天然气，这样你是不是就要跟我美国去买了呀？然后第四笔钱，如果你是这个欧洲的投资人，你还会不会投资自己的欧洲资产呢？你能源的价格现在飙升了，你做生意的成本提升了，利润呢也减少了，那么你是愿意投资你家的资产呢，还是说去投资隔壁这个美国资产来避险呢？也因为这样，就算美国在升息，按照道理来说呢，大家都会去投资这个美国的债券，美股呢就会下跌了。但是你会发现，升息的时候呢，我们年头的影片已经说了，我们投资最赚钱的资产呢，却是这美股、美元，当然还有黄金你自己呢可以去重温一下1月份的影片。所以当美国降息的时候呢，如果其他的国家都要打仗了，
都变得不稳定了，那么资金是不是不但不会撤离我们美国，而且还会更进一步的流进来呢？那么他们进来美国了之后呢，是不是就必须要买我的美债、美股、美元呢？而升息的这段时间呢，这些美国的资产价格是不是已经涨了很多呢？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高价的位置把这些资产都卖给他们呢？让他们去替我接盘呢？让他们来暂时的保管一段时间我们的资产啊，而我们美国自己呢，就可以把这些资产在高位套现，手握现金，然后在外面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抄底其他国家资产的机会，就是说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国家经济不行了，然后需要贱卖资产的。如果说没有，那也没有关系的，我呢就主动的刺破自己美国资产的一个泡沫，做空自己啊，直接让这个资产的价格崩盘。然后让这些外来接盘的资金呢，再把这个美国的资产贱卖给我，这样呢，我就可以在底部重新抄底了，重新的把这些资产接手过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巴菲特嘛，就很清楚了。股神这辈子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财富都是08年的时候赚的。07年的时候呢，他早就已经卖掉大部分手上的股票了。然后08年的时候，美国资产疯狂的贬值，无数人呢是倾家荡产的，而他呢就可以打着爱国的名义，用自己手上的钱去救市，让他成功抄底无数贱卖资产。然后很快，美国呢就开始印钱了，把资产的价格推上去了。而这里面呢不止他一个啊，我拿股神当例子呢，不会说我在黑他。我想要说的是，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只是说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前面，我才用他来举例而已。而他的这种做法呢是很牛的，不是吗？每个人不是都希望在这种大暴跌里面去抄底吗？明明是在发这个国难财，但还可以变成整个国民英雄，这不就是我们商人最想要的吗？所以现在呢，韩国跟这个朝鲜呢有了想法了，日本跟俄罗斯呢也有了想法了，甚至这个菲律宾跟中国也有了想法。那么美元和美国的资产是不是就变成了最佳的避险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北韩、南韩的。北韩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生气啊？因为以前这个南韩呢，都是用什么气球啊这些去发传单的，而现在呢，居然是直接用上这无人机，那这呢就很拽了。就是说今天给你发传单，明天呢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你发个飞弹了？然后一开始呢，南韩出来说啊，这不是自己做的，结果回去调查了之后呢，又支支吾吾的，没有正面回应了。所以呢，我就在想，无人机真的是这个南韩主动挑衅去放的吗？如果真的打起来，美国到时候会下场支援，还是说只是卖武器给这个南韩呢？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讨论啊！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上一集就讲到了，美国降息了之后呢，中国很大动作就加入了这一场抢钱的大战。比如说，他不但发布了很多刺激自己经济的政策，而且还射了一颗洲际的导弹。然后呢，最近还搞了个军演，这代表了什么呢？有的人呢可能会理解成这是随时准备可以开打了，这不是会更乱吗？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跟全世界的人说啊，我这里是很安全的，来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摩根大通、汇丰、花旗、贝莱德、瑞银、高盛之类的这些国际资本都真金白银的投了中港的股市，而且高盛呢还要说 All in China， 结果中港股票呢就暴涨了40%。当然我上一集就讲了，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些之前大量做空的外国资本要平仓，也就是把货买回来所导致暴涨的。所以虽然说中港股暴涨了40%，但是最近也回调了10%，依然无数的人呢是在这个暴涨的市况里面亏钱的。为什么呢？我就当你可以在接近最低点买入了这中港股，但是大部分人呢依然也是亏钱的。比如说今天你有100万美金，你一开始可能先投个10万，然后涨了10%，你把这赚的1万提款走了，然后你又投了30万进去，结果又赚了10%，你赚了3万，然后你又把这3万提款走了，而最后呢，你就把这自己最后的60万都投进去，结果股市开始就回调了10%，结果呢，你是不是就直接亏了10万呢？也就是说，你赚了只是赚了1万，还有3万，但是你亏的时候呢，你就亏了10万，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就算市场给了你送钱的机会，依然呢是无数人亏钱的。而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没有上车啊，没有在刚开始暴涨的时候买，而是在暴涨了之后才去买的啊。我告诉你，
在股市可以长期赚到钱啊，从来不是靠什么基本面改不改变的，什么财报好不好的，什么价值有没有被低估的。如果说你是这中港的股民呢，你信仰了这些话，你的棱角呢都会直接被磨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再差的基本面，这国际的资本呢都还是会回来砸钱的。你认为再赚钱再便宜的公司呢，在这几年呢股价都是暴跌的，你越买呢它就越跌。所以虽然说我们要去投资滚雪球，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系统还有规则去投的。我们一定要去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呢是不但要玩这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嘛，但是我现在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了就赚走你100块。但是如果说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长期来说呢，我却是在做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说，如果你希望学习这套规则的方法呢，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呢，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所以说，当中国抢钱抢得这么主动的情况下呢，美国的资本家就有点忍不了了。就在这个中国还在放长假期的时候呢，香港就发生了一场金融的暗战。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中港股很快下跌了10%。所以呢，首先为什么是在内地长假期的时候进行攻击呢？因为大陆的股市呢，在7天的假期的时候是没有开盘的，但是香港呢，只是说休息1天，也就是说有5-6天内地在休息的时候呢，香港的股市是开盘的。再简单点说，有5-6天的时间呢，内地要调动资金去救香港，这样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历史上呢，美国资本家要进攻中国呢，香港就是那个端口。而这种假期的错配呢，就是香港股市比较薄弱的时候。因为很简单，就是今天中国的资本投了100亿进去这个大陆股，但是现在这个股市放假了，那他们的这100亿是不是不能取出来呢？而这个时候呢，如果香港出事了，这些中国的资本是不是就相当于被冻结了100亿？所以这呢就是出手的最佳时机。然后你就会发现，美国就推出了这个爱国的投资法，就是说现在你是美国人，如果你要投资中国呢，你就要交很高的税率。然后同一时间呢，日本呢就出来说短期内不会再升息了。之前呢就讲过，很多人呢都是在日本借钱，然后投资美国资产的，因为日本的利息很低嘛，所以之前日本升息的时候呢，美国直接呢就有了几次小崩盘。所以很多人呢都在关注这个日本到底会不会再升息啊？结果这一次很突发的说不升了，这就让很多本来要逃出美国的钱呢，暂时又留在美国了。然后欧盟呢又同一时间出来宣布要对这中国的车子收很高的关税。而最重要的来了，美国这段时间宣布的所有数据呢，突然呢从很差变成很好了。就是说经济学家现在都解释不了的，为什么就业的人数变多了，但是失业的人数也变多了，然后零售额下降了，但是销售的数据变好了，然后通胀呢还下降了， GDP 呢瞬间就提升了。就是说在降息之前呢，美国的经济数据被发现出错了，所以调整了之后呢，才发现原来美国的经济没那么好，然后所以才会出现降息来刺激经济的。现在好了，原来之前发现是错的数据，现在又没有问题了，所有的经济数据呢都变好了，那这是不是代表之前的降息降错了？现在呢要不降息，甚至要升息才对啊！所以呢，又是通过这个玩数据来扰乱市场上面对于降不降息的一个预期管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呢，如果美国不降息，那其实呢，如果把钱存在这美国，利息呢还是挺高的，还是会有这5%的利息。所以很多的资本呢，现在就不着急的撤离美国了。也因为这样，这一波抢钱大战，美国又把这个钱抢回去了。中港股在涨了40%之后呢，就下跌了10%了。很多原本要压住中港市场的国际资本呢，现在也开始犹豫了。但是这一招能维持多久呢？其实有关注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我讲过资金呢真正要撤离这美国，不是在这个降息的时候，而是在它印钱，也就是扩表的时候。之前也讲过，按道理来说呢，美国降息，美国债券的利息是不是也会跟着下降啊？
这样美债的价格呢应该是会涨上去才对啊。但是现在美国10年的这个长债利息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涨了，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国的长期债券真的是卖不出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美国了，所以美国就算降息了，它也要用更高的这种利息，还有更低的这个价格来吸引这个投资者去买它的美债。也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得到这几年美联储呢都是亏损的，因为他手上持有了大量的美债，很多的银行、保险公司、华尔街投行等等的也是亏损的，甚至要破产的，因为他们手上呢也是持有了天量的美债。而最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呢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呢，要不就是借钱，那现在借不到嘛，要不呢就是印钱。所以印钱呢，也就是扩表呢，是一定会发生的。而这呢，才是资本外流的真正的时机，也是抢钱大战的真正时机。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元和美国资产就会因为美元泛滥而贬值了，而现在被抢过来留在美国的资金呢，就会撤离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能够让这些资金继续留在美国的方法是什么呢？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还是热战呢？我大胆的做一个猜测吧。现在很多资金呢，不是还回去这个美国接盘吗？而美国很多资产的价格呢，已经在很高位了。按照08年金融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呢，美联储印钱的时机呢，就是在资产的价格泡沫被刺破这时候，也就是说，当美国资产崩盘，美元呢就会懒发。而到那个时候呢，要阻止资金外逃，战争呢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一次，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并不希望有战争，因为和气才能生财嘛。但是大家看这图，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也非常熟悉了。我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当黄金突破了绿色那一条线，也就是2064左右的时候买进，然后1个月左右呢，就是在4月12号看到一些大户出货的一些警告信号，所以我们在有犹豫的情况下，在2400左右卖出，利润呢在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是15%、16%左右的。但我们这种中短线的投资呢，都是加了杠杆的。而之后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呢就没有再碰黄金了，因为它一直在这个横向的移动，不能突破红色的这条压力线，也就是$2400。结果7月中呢，它又重新的突破了，所以呢，我们又重新的买进。而这几个月到现在呢，黄金已经涨了10%，依然还是在上涨的。而我们的弟子呢都知道，这呢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牛市。你可以看得到，黄金今年都是大涨小微的，涨个16%，跌个5%到6%，然后又涨了10%，到现在还在涨。这才是我们说最简单赚钱的时候，不是说今天它涨了30%，明天又跌了30%。虽然说你可能很快的赚到钱，但是你也可能很快的输到钱的。跟港股呢是一样的，虽然呢是涨了40%，但是很多人呢都是在高位买的，以至于现在跌了10%就被套牢了。所以当你没有一套交易的系统，你没有一套进场离场的机制，这就会导致了你可能因为一时的运气，然后买对了，然后在股票上涨的时候赚了点钱，但是你也会因为运气的不好买错了，明明很好的股票却没有理由的暴跌了。而你呢是可以赢10次、100次的，但是当你输的时候呢，一次呢就可以足以让你一无所有了，因为你没有一套控制风险的机制，完全不知道买多少卖多少，对这个赔率、胜率还有仓位管理是一无所知的，只知道买和卖，那么你就等同于在赌博嘛。而很多美国人呢，在美股上涨的时候是赚不到钱的，台湾人呢在台股涨的时候呢也赚不到钱了，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去判断趋势，趋势要来或者要走之前呢，都是有信号、有征兆的。就好像刚才说的，下雨之前呢，可能是遍布乌云的，但是你就是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学习这一套系统规则，你现在并不需要承受任何风险，你只需要付出你的时间、点赞和订阅，然后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免费的获取我们2个小时的股票投资班的教学，先到先得。而对于黄金呢，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拿$100万出来投，但是有10万呢，我是会做这种中短线的投资的，就是刚才说的3月买、4月卖、7月再买。而有90万左右呢，我都是买真实的黄金的，然后永远不卖的。至于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我推荐你呢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好了，接下来的几期影片了，我们呢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特别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越来越近，我们的弟子都知道，我们已经在留意和提前布局一些资产了。那么这一切，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